爆炸發出來的那個紅光，我們整個身體都照得通紅。再問其他嘅城市嗰啲牧者，你哋有冇爆炸？佢哋話有啊。等他們拐過去的時候，下一秒那邊前面就炸掉了。有啲人就咁喺個防空洞入邊死咗，但係其他人都要繼續留喺入邊。送走佢哋嗰晚，我都忍唔住喊，因為可能係最後一次見到佢哋，我留低可能會被殺。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至今2年，雖然已經淡出咗國際視野，但係唔少人仍然關注佢哋。現時居住喺波蘭嘅胡嘉亮牧師同佢嘅團隊會不定時進入烏克蘭，探訪當地教會，了解佢哋嘅需要。今次攝製隊跟隨胡牧師同佢嘅團隊由華沙出發。我哋而家喺去烏克蘭嘅路上高，我哋仲有大概1個零鐘頭啦，就會到個邊境嗰度。然後我哋準備去到烏克蘭嘅 Lutsk， 今日會到 Lutsk 呢個城市，但係後日咧就會去 Lubomir 呢個小鎮啦。咁我哋就會去探望唔同嘅教會啦，睇下佢哋喺戰爭裏邊佢哋嘅信仰發展係點樣樣。對我哋好多嘅外邊嘅基督徒咧有唔同嘅睇法。胡嘉亮牧師戰爭之前係住喺烏克蘭奧德薩嘅宣教士。2022年2月24日凌晨，當世界仲忙緊對抗疫情嘅時候，爆炸聲同警報聲驚醒咗睡夢中嘅烏克蘭人。喺烏克蘭居住嘅胡牧師亦同佢哋一齊逃難。24號嗰日，我好早起身，4點鐘就醒咗，咁我聽下音樂，check下電腦有冇打仗咁樣。點知突然間好大聲，砰一聲，同埋個牆震震地，我即刻就問其他嘅弟兄姊妹哇，你哋有冇聽到爆炸聲啊？佢話我哋有啊，因為大家住唔同嘅地方，原來真係好大聲。咁咧就跟住我哋再問其他嘅城市嗰啲牧者，你哋有冇爆炸？佢哋話有啊，幾點鐘啊？5點鐘，原來3個地方都係5點鐘，同時係轟炸。我話大戰開始啦。唐如慶係今次旅程嘅翻譯，佢喺烏克蘭首都基輔生活咗14年，當時佢都感受到爆炸嘅威力。很多人在收拾行李，然後開車要離開這個城市，超市銀行所有能夠就是還有包括加油站都是排長龍的。看新聞說那個出城的路都堵了有幾十公里了，你要出城的話可能要花1整天的時間，那我們就留在家裡，等到第2天早上的時候又同樣是一聲巨響，我們就非常敏感的就起來了，很快就起來。當我們起來的時候，我們就看見我們的窗戶外面一聲就是巨大的爆炸，然後那個爆炸發出來的那個紅光把我們整個家庭還有我們整個身體都照得通紅。然後在那一刻我跟我妻子就四目相對，然後感覺整個人是腦子是空白的，整個臉都是那種發白的。我們在想我們難道接下來就要死了嗎？然後大概10秒鐘我們才反應過來說這個時候我們要趕緊做一些逃脫措施。那時候孩子還在熟睡裡面，我們把孩子趕緊叫起來說起來我們要下去了。孩子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也不想去跟他們說有戰爭了，我說我們要趕緊下去到樓下去。我們在收拾的過程當中，我們的頭頂不斷的有那個爆炸聲，那個10分鐘特別的艱難，我感覺像過了10個小時似的，因為我感覺每1秒鐘都有可能我們的房頂就被那個導彈擊中了，因為我們是住在很高的高樓，對，我們的四周都是沒有遮擋物的，所以在那過程當中我是感覺隨時可能我們的生命就結束了。當我們坐上電梯往樓下走的時候，我們心中才稍微平靜了一點點。這個經歷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那一刻我的生命如此的脆弱，我在那之前我沒有這種體會說我們的生命是可以就是好像很輕易就可以被拿走的。我覺得好像我以前可以掌握很多自己想要做什麼，對，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我10年20年要做什麼，但是在那一刻我發現我所有這些計劃全部都是
一个泡影，一个空虚，就是觉得非常可笑，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那次经历让我真的體會到說，對，我們的明天，我們的將來，我們的未來都是神掌管的，不是我自己掌管。好多人一夜之間變成難民，紛紛逃到邊境。喺個邊境呢，我哋就企喺出邊排隊。不過嗰陣時候記得係2月28號，仲係冬天嘅時候，總共排咗10個鐘頭喺出邊，我啲肌肉都硬晒。啲人會湧啊嘛，咁即係逼住啊！今日我都俾佢推跌咗，不過唔好跌咗落地下。啱啱後面有警察就捉住我。雖然有人派啲食物，我淨係攞咗個麵包仔，好細個麵包仔，特別係唔敢飲水，因為驚住飲水係去廁所翻到嚟冇咗個位要閉，就咁捱咗10個鐘頭。胡牧師雖然順利逃離戰火，但係心裏面仍然記掛住烏克蘭人民，所以佢同團隊喺波蘭籌集物資，捐助俾難民。一次偶然嘅機會，讓佢嘅機構不單止金錢上捐助，仲走入烏克蘭，更全面、更直接咁體會當地人民嘅需要。當時中國的教會也有給我們奉獻的，當時也有人問我，說我聽說別人可能把糧食從波蘭買完了以後運到境內就給賣了，因為當時這邊很亂嘛，實際上外邊沒有很多實際的第一手的資料。因為我是做商人，我知道就拿了錢一定要有責任，不是光拿錢就完了。就是我就有一個感動呢，想過來這邊看，我就跟李牧師分享，我說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因為我們錢奉獻進去買糧食都運到裏邊去了，但是我需要進去看一看，但是我說我沒有這個信心。他說我陪你去。哇，我一聽我很開心，我說那好，你陪我去，我說我就不用擔心了，因為我沒有語言嘛，我也我只會國語，波蘭語會一點點，拼音我都不會。但是李牧師他也有宣教的經驗，他也會英語，就是他也願意來，我覺得就很開心。這樣的話，我們兩個呢就成行了第一次就來這個路斯克教會。我們來了以後呢，就看到哇，他們做的真的非常好，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教會嘛，而且他們很有系統的、很有規劃的去做，覺得就這樣的話，我們就很放心了。我哋嚟到呢個城市係 Lutsk 係我哋一路有幫助嘅地方，因為呢度咧就可以從華沙嗰度將嗰啲物資啊就可以運過嚟呢度。喺我背後就係一個貨倉啦。教會接收由波蘭運送過嚟嘅物資放喺貨倉，然後安排人手運到前線，整個過程大約3日，連佢哋嘅牧師同長老都親身參與。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會有驚同擔憂嘅時候，但係我哋當時整個團隊就一齊祈禱，一直到心裏有平安，覺得一切都會相安無事之後，我哋就揸車去啦。我哋去到啱啱從俄軍控制底下解放出嚟嘅 Chernihiv 市，喺2日嘅時間入邊，俾大約5000個居民提供食物，啲人當時感動到喊。佢哋為咗逃避戰火，已經喺地牢留咗個幾月，又餓又渴。喺戰火下生活，人民面對嘅唔單止係物質上嘅需要。最大的一個影響就是這個空襲的警報，因為那個空襲警報聲音是很大的，對，它隨時都會響起來。當你聽到這個空襲警報的時候，你就開始慌張了，可能你正在睡覺的時候響起來了，那你就要起來。然後要做出反應，所以就他們每天可能都沒有辦法休息好。有啲人已經連續遷移咗好幾次啦，佢哋連續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都係匿埋喺個防空洞入邊，嗰度冇水、冇電，當中仲有小朋友、手抱嘅 BB。啲人同我講，有人就咁就死喺個防空洞入邊，但係佢哋都冇辦法去處理嗰啲屍體，抬出去埋葬。因為佢哋都出唔到去。當然，聽到呢啲令人心痛嘅悲劇嘅時候，內心受到好大嘅觸動，同時亦都激發起我哋盡最大嘅努力去幫助呢啲身心靈受到創傷嘅人，盡我哋嘅能力去到提供幫助，
但係對於我哋嚟講，最重要嘅係將耶穌基督嘅救恩傳達俾佢哋。我哋去過嘅地方都會帶埋福音資料，喺分發救援物資嘅同時，分派俾難民，話俾佢哋知點解我哋有咁嘅愛心去做呢啲事情，係因為耶穌基督嘅愛。當我哋服侍佢哋嘅時候，我哋就係服侍緊上帝。我哋知道呢啲人需要嚟尋求耶穌，先至可以得到真正嘅安慰。我可能乜都俾唔到佢哋，但係我可以將耶穌介紹俾佢，耶穌先可以幫助到佢。好多人乜都唔信，但都有啲人嘅心裏邊係有上帝嘅存在，並且相信上帝會幫到佢哋，於是佢哋就有力量同盼望。一般嚟講，人所依靠嘅都係物質上嘅嘢，但當佢哋冇乜嘢可以依靠嘅時候，佢哋就會想到上帝，然後開始尋求上帝。普通的這個老百姓，那剛開始只是去領物資了，但我發現領一次、領第二次、領第三次，他們一次次的去領物資、接觸教會的時候，他們看到說，哇，這群人是跟一般人不同的。而且看到說這些人的狀態是不一樣的，他們有信仰，有神在他們裡面，他們沒有這種恐懼、這種絕望、這種就不知所措的，反而看到說這些人因着信仰還有力量去幫助別人，然後他們就願意主動的去來到教會，去聽教會在分享關於上帝、關於耶穌。那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就信耶穌了。我記得有一位本地政府嘅代表嚟到我哋呢度嘅時候，佢話我哋之前一直認為你哋係邪教信徒，但我哋調查之後發現喺呢次戰爭裏邊，超過50%嘅人道主義救援工作都係由全烏克蘭嘅基督教會所做嘅。喺前線嘅戰鬥好重要，但係後方人員嘅預備同埋物資嘅運輸都同樣好關鍵。所以我哋教會有參與呢啲嘅事工，例如喺2014年開始，我自己參與由呢個州運送嘅物資接近800噸，都係針對緊軍人同埋老百姓嘅。呢啲都係教會喺度做緊嘅嘢。教會唔單止提供物質上面嘅援助，仲支援緊佢哋喺靈性上面嘅需要，尤其係對心靈受創傷嘅人進行輔導。因為軍人喺戰場上面返嚟，有傷殘嘅，亦都有因為戰爭而家庭破裂嘅，呢啲人都係好需要得到幫助，係好巨大嘅工作。唐餘慶喺2023年中返到烏克蘭，仲去到前線探訪當地嘅教會。俄軍把教會作為一個軍事目標，因為他們覺得這些人在幫助人嘛，在提供這個救援。有一次教會裡面正在聚會，底下樓下敞開大門，在向那個難民發送物資的時候，直接導彈就擊中教會了。但是非常感謝神的是，這個導彈沒有引爆。對，我去看的時候，他那個房頂還有那個導彈插進去的那個洞，但是那顆導彈沒有爆炸。對，旁邊還有很多那些彈殼都有，但是那一顆導彈沒有爆炸。如果那顆導彈爆炸的話，那教會就沒了。這是他們經歷到的一個神蹟。然後牧師說，他們好多這樣的時候，他們開着車在城市裡面去轉移群眾，在送物資的時候，本來是他們要從這樣路子走，平時都是習慣這樣走的，往前走，突然就一個意念說你要往左拐或者往右拐，等他們拐過去的時候，下一秒那邊前面就炸掉了，就是他們沒法解釋。然後牧師也分享說，他那天在教會剛剛結束完教會的那個同工的會議，然後他就要去教會對面的郵局去取一個郵件，然後他準備要去的時候，有一個教會的姐妹就突然叫住他，就想跟他說話，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叫牧師，就想跟他說幾句話，就那麼幾分鐘的區別，跟他說了幾句話，然後等到牧師再想要去的時候，那個郵局被炸掉了。當時在郵局裡面的人7個人全部都犧牲，如果他們沒有叫住他那個時間正好就在郵局裡面，他就也被炸死。所以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經歷到很多這種瞬間，他們就可能會被炸到的，但是神都保守他們。
我哋琴日咧就喺呢個 Lutsk 開咗車大概2個鐘頭咁上下啦，咁啊嚟到呢度。呢個城市係叫做 Lyubomo， 呢個係比較細嘅個 town 咁上下啦。我哋今日係主日，紀念主耶穌基督，我哋嚟到呢度嘅教會就可以同佢哋一齊聚會，我哋會睇下神點樣喺佢哋嘅教會做嘅工作，即係好奇妙嘅。呢個小鎮距離白俄羅斯邊境只有50公里。戰爭初期，經常有消息指俄軍會從白俄羅斯攻過嚟，甚至會首先殺死教會嘅牧師同職員。烏克蘭當局已經派發槍械俾佢哋，甚至已經喺邊境嘅森林裏面埋伏。教會內有好多恐懼嘅情緒。我哋透過祈禱克服內心嘅恐懼。嗰陣時，我哋由朝早到夜晚不斷咁祈禱，祈求上帝保守烏克蘭同白俄羅斯邊境嘅安全。最終，上帝聽咗我哋祈禱。嗰時，我將太太同仔女都送咗去波蘭。送走佢哋嗰晚，我都忍唔住喊。我以為呢一次係最後一次見到佢哋，因為我留低可能就會被殺。呢種感覺真係好恐怖，但上帝既然要我留低，我知道佢會保守我嘅平安。戰爭開始之後，教會參與幫助難民嘅工作，同 Lutsk 嘅教會一樣，佢哋都有倉庫，會派送物資去前線，亦會照顧逃到西部嘅難民同受傷軍人。牧師開始明白上帝點解叫佢留低，佢亦睇到神點樣為教會嘅增長預備地方。呢個教會係有一個嘅機構為佢哋起咗間教會嘅，不過佢哋仲係需要一啲錢嚟到裝修入邊。我哋喺排隊等候呢個建堂項目嘅時候，主教打電話俾我話：祈禱啦，因為你哋建堂嘅項目好有可能會因為戰爭嘅緣故而起唔成嘅。結果本來喺我哋前面嗰2間教會，因為手續上邊出現咗啲問題，所以就直接過嚟幫我哋起啦。我哋相信呢個係上帝嘅旨意，因為我哋嘅教會確實喺度增長緊啊！感謝主啊！舊年我哋有38位新信徒受浸，今年到而家我哋已經為23位信徒施浸啦。我哋而家有一個異象，就係希望見到更多人能夠信主得救。呢間教會大部分嘅同工都係嚟自一間佢哋運作嘅戒毒中心，或者叫做康復中心。唔少牧者都曾經吸毒，佢哋專門收留一啲社會上冇人要，連其他機構都唔收留嘅人，然後用讀聖經、祈禱嘅方式幫助佢哋戒毒。對比 Lutsk 嘅教會，佢哋嘅資源可能冇咁多，但係佢哋仍然努力咁去服侍受戰爭影響嘅人，因為佢哋嘅背景更加睇到戰爭帶嚟日益嚴重嘅毒品問題。我哋而家嚟咗 Lyubomo 嗰個教會辦嘅康復中心，咁啊呢度除咗係一啲嘅酗酒啦，或者係毒品啦，最近咧亦都收咗一啲受傷嘅士兵嘅。咁跟住呢個冬天咧，可能會有另外一波嘅打仗啦，即係攻擊，所以就佢哋預計咧可能會有更多嘅難民會嚟到呢度。而家因為戰爭，啲人注意力都轉移咗啊，冇人關注毒品，亦唔覺得吸毒係一個問題，所以導致毒品泛濫，可以自由買賣。以前毒品只會喺城市裏面出現，而家連啲鄉鎮甚至農村嘅小朋友都有染上毒癮嘅情況。喺前線嘅軍人成日都充滿恐懼，因為佢哋每日都要面對死亡，所以想用毒品嚟麻醉自己。佢哋覺得而家打緊仗，今日仲響度，聽日已經可能死咗啦，所以試下都無妨啊！而家我哋教會嘅戒毒工作都見到好多呢一類嘅人，不斷有新人過嚟，又有人打電話嚟要尋求幫助。有數據顯示，越戰之後美國國內自殺嘅退役軍人比戰場上犧牲嘅人仲要多。而家我哋都即將面對呢啲數據。事實上，喺2014年頓巴斯衝突之後，烏克蘭已經有超過500位參與當時戰爭嘅軍人選擇自殺，因為呢啲從戰場上翻嚟嘅軍人
通常都患有戰爭綜合症，而佢哋又唔知點算好，於是就開始酗酒同吸毒。我哋好想幫呢啲人，幫助佢哋回復正常嘅生活，重新投入社會。戰爭之後，佢哋開始酗酒同吸毒，冇辦法喺社會上面立足。佢哋曾經接受過醫學治療，但係都冇乜用。有人喺戰場上面返嚟到我哋教會接受幫助，而家已經組織咗家庭，恢復咗社交能力。唯有耶穌基督能夠幫助到佢哋。咁呢度呢，我哋都曾經認識過好多嘅牧者出嚟嘅。雖然佢哋過往係吸毒啊，甚至係販毒，但係我哋見到佢哋嘅生命改變啦。佢哋係同政府或者係警察局都係大家識嘅，咁佢哋都好支持呢度。有時佢哋會介紹一啲嘅癮君子啦嚟呢度住啦。咁其實呢度真係最後一個嘅地方俾佢哋嘅，所以我哋覺得好值得做呢個支持佢哋嘅事工。我7月份整个1个月在乌克兰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个意念就是说，神啊，感谢你，我今天还活着，我还可以睁眼醒来嘛。因为你真的是在乌克兰，你不知道你第2天还能不能醒来。他那个空袭警报不断的在提醒你，就是这个国家在战争，不断提醒你说在某个地方有导弹在飞。对，当你睡着的时候，可能你都不知不觉的时候，导弹就击中你了。所以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就是神的恩典。那我就想要更多的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不是说我应该得到什么，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苦難當中，我可以為上帝做什麼？因為我的生命就是上帝給我的。上帝係唯一嘅盼望。而家呢一個時刻，啲人更加願意打開佢哋嘅心尋求上帝。喺西部可能冇咁明顯啦，但係越靠近東部嘅戰區，就越見到嗰邊嘅教會咧都逼滿晒人。上帝係良善嘅，呢一樣嘢係唔會改變嘅。雖然係戰爭，但睇到上帝用教會做咗咁多事情，透過教會嘅見證，好多人嚟信靠耶穌，嚟到教會認識神。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可以話係上帝另一種祝福。原來神一早已經為佢哋預備一切，無論係戰爭之前預備唔同教會嘅牧者喺自己嘅崗位上服侍人，亦或為教會預備聚會嘅地方，又或者開戰之後不斷嘅保護同安排。為嘅就係讓喺絕望中嘅人得到愛同盼望。如果你都想認識呢一位喺任何境況都俾到愛同盼望你嘅耶穌基督，請立即致電恩語生命熱線，或者登入我哋嘅網頁同我哋聯絡。我哋好樂意同你分享基督信仰。願神賜福你。
福音可以透過電視、電台、網絡平台送到世界各地，進入千家萬戶。有那種馬上覺得被愛的感覺。福音可以藉着傾聽關懷、聚會分享，滋潤乾渴彷徨嘅心靈。我依家覺得自己有個盼望喺度。福音可以因着你對恩雨嘅禱告、支持同埋奉獻，傳揚得更廣更遠。